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41话。这一话呢实在是太短了，只有20票，而且内容上也没什么爆点，我们就快速的把剧情给过一遍吧。之前说到闪光来找爆破了解关于神明的情报，爆破好像是预料到了闪光总有一天会来找他的样子。闪光猜测当年是爆破一手毁灭了忍者村，后者呢也没有否认这件事啊。当然，闪光并不是来找爆破寻仇的，他自己也非常嫌弃忍者村，所以在9年前逃离了村子，在那之后忍者村就遭遇了变故，并且毁灭了。闪光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要了解他离开过后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非常奇怪的是，闪光在光头他们寻找大眼仔的时候，回到了忍者村的原址查探，发现这里居然还留有残骸，以前那个巨大的黑色建筑被破坏殆尽，从上面奇特的球形切口来看，像极了爆破的引力球造成的效果。而设施内那个曾经存放黑色魔方的展示柜也不翼而飞了，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爆破之前手里的那个魔方。然后闪光把自己小时候的回忆拼凑起来进行了推理，他曾经和索尼克在回复舱里看见过一个形似人类的怪物，他就是忍者村的创始人，人称那位大人。所以闪光怀疑这个怪物是接受了神明的力量，然而爆破这边却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解释，忍者村的创始人其实是他的老战友啊，这个长得跟源氏一样的人叫做虚空的福伊德，他在怪人化之后才隐去了姓名，被手下称为那位大人。福伊德是拥有着特殊且唯一的能力，可以打开神明所在次元天之岩户的传送门，所以他的存在对于爆破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爆破也一直在寻找解除怪人化的方法，好让福伊德复原啊。不过刚说到关键的地方，秘书小姐姐就送来了一份挑战书，是索尼克写给闪光的。他表示那位大人已经复活了，并且还对闪光这个叛徒虎视眈眈，让闪光赶快过来决一死战啊。可是最后说到见面的地点，索尼克却写了一个晦涩难懂的暗语：我唯一的沉睡之处，做无聊之梦的地方。这谁看得懂啊？这显然是想避开旁人，让闪光单刀赴会呀。爆破这边呢，则是猜测自己15年前重创了福伊德，他可能早就养精蓄锐好了，等到现在时局动荡才跳出来有大动作。闪光看完索尼克的信过后，似乎领会到了其中的含义，他故意找了个借口支开了爆破他们，让光头和爆破顺着信封上的地址去找福伊德算账，自己则是谎称要去办点事情，随后就到。结果爆破他们这边才刚走，闪光就展开了行动。他回想起了小时候和索尼克的记忆，那时的索尼克和现在简直是判若两人啊！虽然从小就生长在忍者村，性格却是相当的外向，并且拥有着独立自主的意识。他并没有被忍者村的教育所洗脑，而是坚定地谋划着有一天要策反整个村子，然后解放所有的学员，让大家重获自由。而小时候的闪光是个外招人员，相对内向的他反而是受到了索尼克的影响。这两个纯真的少年都对未来是充满了期待，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说话间，闪光来到了索尼克暗示的地点，索尼克也是在此等候多时了。眼下的这一片废墟正是他们当年聊天畅谈的森林，而他们那时的宏伟计划也被索尼克称作是在做无聊的梦啊。就像这片森林受到了人类的开发，变得残破不堪，他们儿时的梦想、友情的羁绊，也因为时间的摧残、不断战斗的磨损而变得形同陌路了。索尼克今天就是要来结束这场不切实际的梦。两位昔日的友人没有过多的言语，他们的立场早已经处于两个极端。曾经的梦想宣告结束，终究是变为了刀剑相向啊！本话结束。